达15000斤的皇家保险柜门，竟像卷帘门一样被千斤顶轻易地吊起。劫匪顺着底部的缝隙挨个滚进其中，然而偌大的金库里面却是空空如也。但诡异的是，这群劫匪非但没有一点失落，反而个个欢呼雀跃，兴奋不已。因为在不久之后，将有一批价值高达4000万欧元的64件皇室珍宝运到这座金库等待拍卖。他们这次提前布局，就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这批天价珠宝。这座皇家金库的安保规格堪称顶级，不仅有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控，厚重的钢门还设了双重保险，必须输入专属密码加人脸识别才能打开。除此之外，金库还有专属的延时保护机制，一旦钢门关闭15分钟之内绝对无法再次开启，就是为了防范突发意外和非法入侵。可这套看似无懈可击的顶级安保，在天才盗窃团的面前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纸老虎。早在行动之前，柏林小队就已经挖通了地下通道，悄悄打通了金库的等候室，做好了一切前置准备。黑客天才齐拉精准黑进了金库的监控系统，提前录制好空白画面，设置成无线循环播放，以假乱真，让整套实时监控彻底沦为摆设。搞定监控后，他们并没有选择从正面硬刚，而是另辟蹊径，用切割钻石的特制钢丝完整切下整块厚重的钢墙，为这座顶级金库硬生生开出一条无人知晓的后门，方便随时进出，并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没过多久，那批价值连城的皇室珠宝如期入库封存，终极盗窃行动正式打响。全员穿戴特制防护服，防止毛发皮屑脱落，以免给警方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紧接着，齐拉一键切换提前录制的空白画面，完美掩盖了即将到来的惊天盗窃。卷毛立刻操控专属机器人移走提前切割好的钢板，众人动作迅速，顺着洞口悄悄潜入金库。柏林提前叮嘱大家，只拿走珠宝，不要乱动现场的任何盒子，避免留下被盗的痕迹。众人迅速分工行动，每一件珠宝都有对应的专属编号，小队每取走一件，齐拉便实时登记记录，确保64件珍宝一件不落。就在行动有条不紊的推进时，老白突然临时变卦，当场坐地起价，要求柏林多分自己一部分赃款。两人一言不合，直接大打出手。细微的动静瞬间穿透厚重的钢门。Entendu ce bruit? De nous quoi, monsieur? J'ai entendu un bruit à l'intérieur. C'est peut-être à cause de la dilatation de l'acier. Ça arrive parfois. Cuidado, no he oído el ruido. Vous voyez? Tout va bien. 可拍卖官的心里依旧不踏实，他径直走到钢门前，贴紧门板仔细倾听里面的动静。此时金库内的众人大气都不敢喘，全程屏息凝神，但凡发出一点声响，所有人都会当场暴露。为了确保天价珠宝万无一失，拍卖官当即要求保安立刻打开金库检查。 Faut que t'as une ouverture, retardez de 46 minutes.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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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e de l'antichambre. On va voir si tout va bien. Van a entrar en la antecámara. Bruce Cameron, tenéis que cerrar todo ya, ya, ya. 卷毛飞速返回隧道，操控机器人快速将洞口严丝合缝封好。保安拿着手电筒在等候室仔细巡查，众人的心瞬间悬到嗓子眼，成败存亡就在一线之间。万幸的是，洞口遮掩得天衣无缝，保安巡查一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此时金库15分钟的延时快要结束，保安随即询问拍卖官是否需要立刻打开金库核查。就在拍卖官犹豫不决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Non, c'est pas la peine. Je rentre chez moi. Soir. 一场灭顶之灾就此惊险化解，他们不敢有丝毫耽搁，带着全部珠宝迅速撤离金库。此时盗窃任务只仅仅完成了一半，真正的难点是抹去所有痕迹，全身而退。一旦现场留下破绽，警方很快就会破案，他们根本逃不出巴黎。众人分工协作，将切割的钢板严丝合缝的焊接牢固，再仔细打磨抛光，刷上同款油漆，让墙面恢复原貌。随后彻底清理现场所有的残渣碎屑，封死地下通道，用电焊从内部焊死加固，再用老旧砖块层层封堵。所有作案
案设备全部留在废弃的隧道内，彻底断绝线索来源。柏林安排众人分批返回酒店，避免扎堆引起怀疑，而他自己还有一步关键的收尾布局。深夜，柏林悄悄潜入拍卖官的家中，用麻醉剂将对方迷晕，打算把整场盗窃案嫁祸给拍卖官，彻底扰乱警方的侦查方向，为小队全员撤离争取充足的时间。之后，他换上拍卖官的衣服，拿走对方的跑车钥匙，刻意在停车场留下自己的踪迹。接着，他根据车辆最近的导航记录，找到拍卖官的郊外私人公寓，在房间里故意销毁珠宝的标签，把灰烬冲进马桶，又在马桶的边缘上留下部分残留痕迹。为了让嫁祸证据更加确凿，他还特意从赃物项链上扣下一颗钻石，留在沙发的缝隙中，层层布下陷阱，坐等警方入局。与此同时，小队其余成员也在全力做好撤离准备。他们把入住的酒店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不留下任何一丝痕迹。老白负责处理赃物，将所有珠宝密封真空包装，再嵌入普通罐头盒中密封复原。外表看似平平无奇的罐头，就此成为天价珠宝的绝佳掩护，任谁都想不到其中暗藏玄机。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打开金库，瞬间傻眼，库内所有皇室珠宝全部不翼而飞，唯一经手的拍卖官瞬间成为警方眼中的头号嫌疑人。趁着警方的焦点被转移之际，柏林小队启动分批撤离计划。卷毛和齐拉伪装成普通背包客，带着一部分珠宝乘坐大巴离开巴黎，前往西班牙会合。老白则带着罗伊和卡梅隆伪装成出游的一家三口，开着露营车，携带剩余珠宝准备驶出边境。柏林作为策划者，暂且留守巴黎处理善后工作，全程不携带任何赃物，最大程度规避风险。起初，柏林的嫁祸之计成功扰乱了警方的判断。警方根据监控拍到拍卖官凌晨驾车外出的画面，又在他的郊外公寓搜到了关键证据。Absolument identique à celle des ficelles des étiquettes, des bijoux dérobés. Il semblerait que quelqu'un les ait brûlés dans la salle de bain de votre propriété de Chantilly. Des restes de suie dans vos toilettes. 还有那颗遗落的钻石。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拍卖官百口莫辩，只能被警方暂时列为重大嫌疑人。这场看似天衣无缝的盗窃，最大的破绽恰恰是太过于完美的现场。金库大门从未被正规开启过，珠宝却凭空消失，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为了彻底侦破这起离奇大案，警方请来破案率近乎100%的西班牙分局副督察艾利西亚。艾利西亚一到场，直接让人释放了拍卖官。他一眼就看穿，这是劫匪惯用的调虎离山、嫁祸他人的套路。真正的凶手不可能作案后在家安稳睡大觉，坐等警方上门抓捕。随后，艾利西亚亲自勘察现场，他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一眼就发现了关键的破绽。金库后墙焊缝油漆的颜色存在细微的色差，他立刻断定劫匪是从金库后方破墙入室，偷走了所有珠宝。发现真相后，艾利西亚立刻下令全面封锁边境，严防劫匪携带天价珠宝出境潜逃。大批荷枪实弹的特警火速出动，封锁了所有交通出入口。而此时的老白还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降临，正开着露营车带着同伴悠闲地驶向边境线，直到前方出现大批的拦截警力，三人才瞬间慌了神。罗伊更是彻底乱了阵脚，慌忙掏出藏有珠宝的罐头盒，想要跳车逃跑，可眼下已经来不及，贸然逃跑只会彻底暴露嫌疑，坐实罪名，生死边境。老白三人能否躲过这场致命的排查？警方能否成功抓捕整支天才盗窃团，追回全部的天价珠宝？纸牌屋的这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景荣，咱们下期不见不散。